你知道学校的小秘密吗？根据试卷的颜色，可以判断你们学校的财富水平。如果你们平时用的试卷是白色的，那么证明你们学校很有钱。如果是黄色的，一般是学校从机构买的原创试题，这种纸张摸起来很顺滑，虽然比白色打印纸便宜，但是也没啥缺点。如果你现在用的是绿色卷子，就要小心了，你们学校很有可能变穷了。变穷了，不如就少做点作业吧。这种绿色卷子一般是用树皮粗糙加工制成的，学校打印室为了图便宜，就会用这种绿色纸张。到底是谁给我刷绿色纸张过眼的？字都快看不清了。还有最后一种灰色打印纸，如果你们学校在用，那可能离破产不远了。这种浅灰色打印纸一般很薄很粗糙，肉眼能看到纸上的小杂质，味道也很难闻。怎么会有这么臭的试卷啊？不过这纸还挺能吸油，脸上的油都没有了。你的卷子是什么颜色？你们抓错人了，我没病，放我出去！来这的都说自己没病，你看那边那个，喂，你是精神病吗？我不是，我是猩猩。你是精神病吗？我不是，我是奥特曼。看到了吧？假如一不小心被送进精神病院，如何证明自己是个正常人？为了离开精神病院，你试图通过大喊大叫来引起医生的注意，而结果是你被牢牢绑在了病床上。你又试图向医生证明你知道许多知识，比如我知道地球是圆的，一年有365天，我会捡2元一次方球，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是因为地心引力。你试图用常识证明自己没病，看来病情很严重。而当你说了第8遍的时候，你的屁股被注射了一针，失去了意识。这样吧，这儿有2大桶水，看看你们谁先喝完。我喝完了，可以放我走了吧？正常人谁会喝完这一大桶啊？你可以出院了。到底该怎么办啊？第一，不要反驳医生，真正的精神病人是没有自控力的。第二，保持冷静，说话逻辑清晰，像平时一样生活，讲卫生，懂礼貌。第三，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，但不要真的服用药物，可以把药物含在嘴里，找机会吐掉。第四，诚恳与护士交谈自己的状态，等到你觉得你没啥可知的，自然就会放你出去。你为什么不点赞？放假第1天，对着寒假要弯道超车的你，全苗放假都在玩，我要好好学习，抓死你们！合理安排寒假时间，看我开学如何逆袭！加油！寒假在家真实现状。课本上学不到的求生小技巧，赶紧点赞收藏！在街上看到流浪狗，不要随意投机。狗狗那么可爱，它能有什么危险？打疫苗，红军安排。还好没有生命危险。在路上看到流浪狗这些动作，一定要远离。当它盯着你，双耳向前，身体前倾，尾巴不停摇晃，不是想和你玩，而是它们可能进入了作战状态，随时可能对你发起进攻。这时千万别扭头就跑，淡定面向它，缓步移动，尽量不出声。遇到没有拴绳的大型犬，尽量避开它，绕着走，别跟它长时间对视，或者用闪光灯拍它。在动物世界里，这可是一种挑衅行为。动物都是靠嗅觉辨别食物，如果有气味刺激到了它，也有可能产生攻击行为。万一真的被咬，千万别用力打它，狗会因为疼痛用力撕咬。正确做法是用衣服蒙住狗的眼睛，它会因为恐慌主动松开嘴。也可以用绳子勒住狗的脖子往后拉，还可以用力击打狗的鼻子，它会全身而退。被狗咬掉着脑子了。偷偷告诉你，想要被狗咬就去德国。想知道为什么？赶紧点赞，下期告诉你。快跑啊！地震了！学校不会教你的救命技巧，赶紧点赞收藏。当地震发生时，你只有12秒的时间逃生自救，你的每一个决策都关乎着你的安危。地震时，你会有强烈的眩晕感，因为你所处的建筑已经倾斜，而你看到的墙体和地面依然是垂直的。如果发生地震时你在学校，就是在1层，可以贴边沿着墙迅速逃到空旷的平地。逃生前先将椅子推回原位，有可能挽救后面同学的生命。但如果你在3层以上，一定要先躲避后撤离。课桌和墙角就是你的救命稻草。所有人冷静，听我指挥。而如果你在卧室，千万不要钻床底下，尽可能蜷缩身体，躲在墙角、桌下或离门口近的位置。避开室内圆化物，顺手找到抱枕等物品保护头颈。
躲进空间小、墙体稳固的卫生间墙角，或靠近水源的位置更安全哦。不要使用电梯，更不要随便跳楼。在睡梦中遇到地震也有办法，两手迅速抓住枕头，扣住两个耳朵，从床的一侧快速滚下，脸朝下，两肘形成一个三角空间，确保全身高度低于床的高度。万一真的被埋压，冷机向外发送求救信号，调节管道。各手机提前预警设置方法，赶紧点赞收藏。还记得多年前跟你说你都害羞都不敢。你在逛博物馆时突发大火，有一只小猫和一幅世界名画，只能救一个，你会选哪个？一种观点认为，再古老珍贵的文物也比不上眼前活生生的生命，近处的哭声你都不管，更何况远处想象中的哭声呢？另一种观点认为，世界名画是生命的传递，是历史的见证。世界上有无数只猫，而名画只有一幅，应该选择去救更有价值的东西。你会怎么选择呢？都躲好了吗？我要来抓你们了！学会不会呀？刚才只是手滑，这次让你们看看真正的实力。看招！为什么抓不到啊？其实并不是你的技术问题，主要是因为上下故意把爪子的抓力调到了最松。但只要学会了这个技巧，就能抓到，让老板跪地求饶。首先将摇杆向上摇2下，向下摇2下，然后左转3圈，右转3圈，最后按住抓键3秒。这时屏幕就会出现设置菜单，直接进入基础设置，找到离体级数，加25改成1，然后保存退出，这样再去抓，百抓百中。看到那些好几次都没抓中的机器，千万别扭头就走，都是有次数设置的，再抓几次一定能抓中。你为什么不点赞？谁在那儿？你大晚上不睡觉，在这儿干嘛？才凌晨2点，我每天只睡4个小时就够了。怎么有人每天熬夜还能精力充沛啊？这一切都是因为基因突变。研究表明，携带 DEC2 基因的突变者，每天即使只睡4到5小时，也依然可以活力满满。这个基因突变的概率，相当于被人击中的概率。他们越熬夜越兴奋，大部分时间不会做梦，可以快速恢复精神。这不公平！更气人的是，拥有这个基因的人，性格大都积极正向，身材普遍很瘦，这简直是成功人士的标配基因啊！为什么我永远也睡不醒？如果你感到非常累，但没有时间休息的话，可以试试海豹突击队的8分钟休息法，能让你快速恢复精力。首先坐在床边，脚抬起搭在床上，闹钟设置8分钟，全身心放松，进行入睡。醒来后你会惊喜的发现自己的精力异常充沛。你为什么不点赞？你的爱豆塌房了！不传谣，我的哥哥回应。你以为只有现代人才追星吗？其实古人追星更疯狂。为了见我家爱豆，我可以坐飞机2000公里去看他的演唱会。我用半年时间跋涉3000里，只为见我家神仙一面。如果唐朝有顶流，那一定非李白莫属。李白被誉为诗仙，家底殷实，长相帅气，剑术超群。朝廷命官贺知章拼命在圈子里举荐他。四中很汪伦拿出全部家底招待他，脑残粉魏万倾家荡产追随，只为和他喝杯酒。头号粉丝杜甫隔3差5就要写诗赠他。李白，终于见到你了，这是我给你写的诗，你一定要看啊！我春天想你，冬天想你，做梦也想你。不知不觉，杜甫也成了诗圣。果然，只有自己优秀了，才会被偶像注意到，妥妥的事业粉。追星是为了借着他们的光去看从没有看过的世界，因为喜欢那个闪闪发光的人，你会努力去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喜欢勿盲目，追星要理智。你们的爱豆是谁呢？什么东西看不到摸不着，但却很危险？是电流！看到高压线掉到地上，千万不要跑。电压以接地点为圆心，正在向四周扩散出一个个同心圆。你走在上面会形成跨步电压，有致命危险。把脚翘起来，单腿往后跳，8到10米内是强电流圈，这样跳出去你就安全了。这样跳回家最安全。我们人体能承受的电压很有限，别说几千伏的高压电了，就是家里220伏的标准电压，我们都碰不起。每年的暑期是高温雷雨天气常发时期，户外游玩
户内用电器、手机都要谨慎。发现有人触电，先切断电源或寻找绝缘物体，将触电者与带电物分开，千万不要直接伸出援手。雨天注意避开容易触电的电线杆、公交广告牌、路灯，不要在高压线下避雨。出行尽量避开积水严重路段，发现电线掉落水中，千万不要靠近，记好位置，拨打95598告知供电部门处理。防触电措施赶紧点赞收藏，保命要紧。